我布局制裁可口可乐，若要让其亡，必先使其狂。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认为熊猫饮料的成功离不开营销，能想出零糖零脂零卡的绝对是业界最顶级的营销团队。其实这几天不光我们的销量跌了，全球的其他碳酸饮料销量也都下跌的厉害。之前我不担心股价，是因为咱们公司的盈利能力很强，就算股价一时被做空，迟早也会恢复。但是现在咱们连卖鱼的摊子都被掀了，光靠操盘和舆论已经没有任何用了。可口可乐无法被复制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成本低，但是熊猫饮料的价格跟咱们可口系列差不多，他们怎么做到的 ？Boss， 三金名下有一个汉堡皇的快餐连锁品牌，早在这个品牌成立的时候，三金就已经开始在大夏疯狂搞原材料生产链和代工厂了。这些生产链和代工厂有不少是跟咱们合作的，现在腾出一部分生产力来生产熊猫饮料，成本自然能跟咱们不相上下了。也就是说，可口可乐最大的优势在熊猫饮料面前荡然无存了呗。非但如此，大夏是咱们最主要的产品来源地之一。如果三金狠心毁约，不再帮忙代工可乐，那咱们的生产成本就会大幅度提高。不过对方应该不会这么干，也没必要给自己弄一个坏名声。合着我们还被三金给卡脖子了，让研发部那边赶紧生产无糖饮品，不能再等了，否则黄花菜都要凉了。Boss， 这几天咱们战况喜人，不出意外的话，半年之内我们将完全超越可口可乐的销量。你的零糖零脂零卡概念打法简直绝了，现在同行全都说这是100年来最牛的营销案例之一。营销方案厉害只是表象，本质还是风口问题。我们恰好找到了这个风口，成为了那个乘风而飞的猪。接下来想要持续增长，就必须不断推出新品，在无糖饮料这个赛道上甩其他企业10条街。一飞，你记住了，新时代无论是 IT 产品还是线下产品的重要法则就是新品迭代，唯快不破。这就是上一世元气木林的制胜法则之一。Boss， 可口可乐那边官宣了，他们也要推出无糖系列饮品。我们熊猫的口碑和销量做得这么好，可口一定赶不上。不一定，可口可乐毕竟是100年企业，是有情怀加成的。你们看这个。零糖零脂零卡抄袭，这绝对是红果果的抄袭。继续往后看，时光可以逝去，可口与您的回忆永远留在生命里，不离不弃。可口果然在打情怀牌，一旦它的无糖系列上市，哪怕口感比我们饮料稍微次一点，那也能靠着营销吹爆熊猫。不仅如此，可口可乐还宣布在南侯国建立全新的无糖系列生产线，那边的人工和原材料都更加便宜。一旦成功建立，不光是熊猫饮料会被摧毁，咱们建立的东方原材料批发和代工产业也会遭遇重大打击。Boss 怎么办？我们接下来该用什么手段？是舆论攻击，还是想新的营销手段，或者是全力防守，暂时缩小饮料产业代工？金总，你倒是说句话啊！可口自己的原材料厂建的情况如何了？南侯国的工厂已经建立好了，生产线暂时没敢扩建，毕竟成本太高了。无糖系列卖的怎么样，他们也不敢确定。后续如果卖得好，估计可口可乐会斥巨资扩建生产线，来取代咱们在东方饮料行业的布局。金总，现在可是10万火急啊！可口占据了我们代工厂80%的订单，一旦没了可口的订单，我们的原材料和代工产业至少要缩水70%以上。熊一飞是真的急了，先按兵不动，他搞他们的，咱们搞咱们的，不用管他。可是什么都不做的话，大概率咱们的市场份额会被夺走，您做空的股价也会被反制的。哦，你提醒我了，马上通知羚羊立刻套现，暂停做空，把该赚的钱赚到手。市场份额被夺了的话，就暂停铺货，降低成本。至于生产线，老子巴不得可口把钱全砸这上面。我不明白，咱们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市场，就白送给人家了。你要是能明白我的操作，你就是白龙王了。好了，按我说的去做。何秘书，去接一下鸿蒙实验室的克莱尔教授，他大概快到了。到了下午，克莱尔来到新讯大厦。关于阿斯巴甜的研究做好了吗？研究显示，实验鼠长期摄入每公斤体重100毫克的阿斯巴甜，就会引起多种癌症。同时，长期使用阿斯巴甜可能存在潜在不良影响，如增加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和成人死亡率的风险。此外，阿斯巴甜虽然不像蔗糖那样有热量，但同样可能导致肥胖风险增加。我们已经将这些研究报告递交给世界卫生组织了，不过要被彻底验证通过，恐怕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无妨，我就是要给可口1个月的时间，让他花大钱建厂、铺货、搞营销，等到一切都落地了，就是我搞他的时候。在可口公司的品牌效应和营销作用下，仅用了1个星期，整体销量就恢复到了巅峰时期的90%，股价恢复到了巅峰时期的70%。今天请各位股东来，是想给大家报告一些好消息。首先，熊猫的市场份额已经被咱们抢走了80%，我敢打赌，最多2个月，熊猫就会被咱们彻底逼出八国，只能在大夏苟延残喘。其次，在无糖系列饮料上市之后，咱们的股价节节攀升，即将恢复巅峰时期的价格。大夏有句老话叫祸兮福之所以，要不是三金突然
然攻击可口，咱们恐怕也没有勇气去开辟新的饮料赛道。现在好了，股价和日销量双双飙升。这个大夏人真是太搞笑了，妄图在饮料领域挑战我们，简直就是找死！托他的福，我的身价起码能暴涨个2倍。现在我打算花1万亿在南侯国扩充可口饮料的生产线，只要这个生产线搞好，可口可乐将不再需要大夏的代工厂，我们将成为无糖和有糖系列饮料的双龙头。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行，可以投资，反正迟早要迈出这一步的。只要有了自己的生产线，往后再也不会有人能卡我们的脖子了。可是这样是不是太冒进了？万一后续无糖系列达不到预期，或者熊猫饮料再次崛起了，这个生产线就废了，公司将有破产的危险。除非可口无糖系列全面溃败，不然生产线最多就是不赚钱，不会有任何风险，更不可能让公司陷入破产的境地。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只要生产线建好，什么三金什么熊猫饮料，全都会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半个月后，詹姆斯高调地举办了媒体发布会。南侯国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厂，从今天开始，可口可乐公司将不再是饮料创造和销售公司，更是饮料加工和原材料加工公司。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所有人，可口公司已经整合了上下游所有资源，成为了史上无人可超越的第一饮料公司。坤杰先生，请问您对熊猫饮料未来的走向怎么看？您觉得熊猫饮料的幕后老板三金公开跟您叫板，是不是不理智的行为？你未来有收购熊猫饮料的打算吗？三金的熊猫饮料没有半点抗压能力，简直像个笑话一样。再给我1个月，我就能让熊猫这个品牌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三金，你到底怎么想的？你知不知道咱们熊猫饮料马上就要没了？你先回去吧，之后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到底要干嘛？有什么计划告诉我行吗？老板，可口可乐那边加工厂火力全开，全球经销商已经加入战局，并且已经支付了3000多亿的广告费，在全球各个国家进行营销活动了。吉时已到。克莱尔立刻向法国食品安全部门举报，并且将世卫组织审核通过的实验结果公之于众。亦菲立刻通知熊猫饮料部门，马上准备全球铺货行动。当天，熊猫饮料再次高调地在全法国打起了广告。熊猫饮料的这个动作太诡异了吧？在咱们的无糖系列上市的时候，他们不搞宣传，现在都快破产了又开始搞了，这不神经病吗？市场份额已经全部被可口可乐给吃下了，三金无论花多少钱都是白搭。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总裁出大事了，有癌症患者举报我们，说是咱们的产品导致了他们的癌症，要求咱们赔付天价医疗费。这不扯淡吗？直接去起诉他诽谤不就好了？可是举报的人太多了，足足有1000多人。什么？一定是有人故意挑事？你让这群人的头来跟咱们谈，要是几百万能处理好，把这钱直接给他就行。这群人的诉求，一是赔偿，二是可口可乐公司高管当着媒体的面对他们道歉，三是要求咱们承认产品缺陷，立即下架所有无糖系列产品。现在已经闹得满城皆知了，恐怕几百万是搞不定的。不行就直接打官司，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讹我们吗？别忘了，我们是霸国数1数2的资本。下一刻，秘书慌张地跑了进来。Boss， 阿斯巴甜被世卫组织列为了新型致癌添加剂。他们说吃了带有阿斯巴甜食物的小白鼠，身上得了多种癌症，总发病率高达14%，这比等级最高的1级致癌物的发病率还要恐怖数倍啊！实验谁做的？老子不承认！马上发公告说这个实验数据过于离谱，我们要求跟实验者对峙，千万不能引起消费者的恐慌，否则我们就完了。我这就去办。我还是小看了三金啊，他出招太狠了。就在这时，食品安全司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泰拉司长，您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让人准备好您最喜欢的82点拉菲啊？詹姆斯，这次你有大麻烦了，先做好心理准备。泰拉司长，这次绝对是有人陷害我们，您一定要明鉴啊！不是我不帮你，现在有人拿着世卫组织的实验报告来举报你们的最新产品。根据法律条款，阿斯巴甜现在正式被禁止添加到任何食品里，已经添加的必须追回销毁，相关生产线必须做出调整。现在我来是通知你，立刻召回已售出的添加阿斯巴甜的产品，公开道歉，并对受到伤害的消费者做出赔偿，生产线也必须整改。詹姆斯傻眼了，召回已经销售的产品，外加调整生产线，这2条简直能要公司的命啊！泰拉司长，我们流动资金全都押宝在了工厂和已经生产出来的几百亿罐饮料上面了。您现在让我召回产品，就是逼着我们破产啊！这样，咱们假装协商，您给我半年的时间来消化和缓解这场危机。等公司缓得差不多了，咱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行吗？现在已经有1000多名癌症患者联名到皇宫举报，所有人都知道阿斯巴甜是致癌物了。我的压力也很大，所以不要让我难做。这明显是有人在搞我！我他妈活了这么大岁数，就没见过致癌率超过10%的添加剂。这么高的致癌率，是添加剂还是砒霜啊？事情我已经通知到了，请你7天内完成整改。突然，詹姆斯似乎想到了什么，快跟证券所提交停牌申请，快啊！然而，一张张做空的大单，早在世卫组织的新闻发出去之前就埋伏在了大盘上。几分钟内，可口的股价就狂跌了70%。动作快点啊！快去动用公司的关系申请停牌。
boss， 证券所那边驳回了申请，说是此时停牌涉嫌操纵股价。大势已去了，白龙王，你好狠的手段啊！坤杰先生，好久不见啊！